正在介绍各种奇葩发明。不过这都是为了引出本色重头戏。长久以来，脑门是唯一获得橙汁的工具，但如今有了榨汁机这一传世发明，一切都变了。先来看看发明者尼克演示一下。只见他将好几个橙子都扔进榨汁机里，然后机器又开始轰隆轰隆的运转。主持人极为夸张的说：“尼克，他真的在榨汁吗？我怎么什么都听不见？”初步判定这人不是聋了，就是将观众智商按在地上摩擦。终于榨汁完成，一袋橙子出了一滴汁。就是这样一个费钱又鸡肋的发明，成功引起了辛巴的注意。他忙打电话订购。此时远在日本的工厂正在打包辛巴的榨汁机，一位感冒的员工没忍住朝箱子里咳了几下，于是细菌和榨汁机就被一同送进了春田镇。辛巴打开包裹，瞬间就被细菌包围。接下来中招的还有校长、辛巴的姐姐们，直到最后大阪流感席卷了整个春田镇。据电视台报道，已经有300个病例了。辛巴给儿子量了体温，很正常，去上学吧。不过小新是谁呀？直接指挥细胞们放弃抵抗，让病毒大摇大摆的入侵。于是小新如愿以偿待在了家里，喝着饮料，看着动画片，好不快哉。这让他因大笑而咳嗽不止。电视直播了市长的紧急声明。市长表示，因为这次疫情，他取消去巴哈马的度假计划，是要与这座城市共存亡。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他现在已经开始度假了。秃头倒是一点也不担心这次瘟疫，因为他已经给自己造了一个无菌室。谁知里面已经有人了，那就是在工作时间偷车辛巴。所以他到底是怎么进去的？群众围住了习医生的家，他们高呼要接受治疗。习医生告诉他们，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卧床休息，其他的任何东西都只是安慰剂而已。谁知这群人又开始翻找安慰剂，结果就被蜜蜂包围了。罗德激动地告诉父亲，托德显灵了。可不嘛，这孩子正胡言乱语呢。弗兰德摸了摸罗德头，我也希望是这样，但这恐怕只是发高烧说胡话而已。兰德很难受，为什么上帝要抛弃我们？弗兰德回想了一下，难道是因为那次看了福克斯电视台？原来传言是真的，看了就要倒霉一辈子。辛普森家现在也是乱成了一锅粥。辛妈作为家里唯一一个正常人，不仅要照顾3个病号，还要满足爷爷喝酒的要求。辛妈来到超市买家人所需要的东西，脑子里不断回荡他们的声音：妈妈，我要橘子汁儿。弗里斯通拒绝辛玛卡，我想看治安官罗伯。渐渐的，辛妈越走越快，到了最后，货架上全是丈夫和孩子的头。终于结束了，辛妈结完账就往外走。谁知当她踏出超市门的时候，报警器响了。阿普安慰辛妈，一定是警报器坏了，然后用印度语悄悄吩咐伙计。就在伙计帮忙收拾地上的物品时，突然他看到辛妈大衣里揣了一瓶酒，很明显这个他没有付钱。就在辛妈不安的搓手之时，超市外聚集了大量的警车。辛爸辛妈找到了律师，辛妈告诉他这是一个误会，自己不是故意不付钱的。律师让他不要担心，然后他看了一眼审判表，法官竟然是施耐德。律师曾反复扎了他的儿子，所以他一直怀恨在心。看来辛妈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辛爸表示自己去找阿普谈谈，他应该是个理智的人。此时阿普和伙计正在店里狂欢，辛爸直截了当表示希望阿普能撤诉，但他拒绝了，他想封杀辛妈一段时间。辛爸很生气，连老顾客的面子也不给了嘛。阿普表示很遗憾，这是连锁店，总部有政策的，必须让小偷受到最严厉的惩治。辛爸失望的走了。警长和市长正在蒸桑拿，警长悄悄地说辛妈在超市行窃被捕了，还嘱咐市长不要外传。事实证明没有人能保守秘密，市长很快就在公众面前说辛妈是一个小偷，人们也开始议论纷纷。胡福老师对牌友说，上个圣诞节辛妈给他们做的姜饼人里面竟然有一根头发。习医生也有辛妈的八卦，他的脚趾间有蹼。牧师的妻子也随声附和，这也太恶心了。只有牧师实在听不惯这些坏话了，他只希望他们能快些闭嘴。就连一直以大善人著称的弗兰德，如今也学会了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表面上安慰着辛妈，说法律也找过他们的麻烦，实际上在辛妈去洗手间后，让妻子监视他的一举一动。看他扶正了相框，莫德冷漠地说，你只管洗手然后出来。审判之日已到，对方律师很有自信，甚至已经开始讨论哪个演员更受欢迎。辛妈律师就比较怂了，直接就说我觉得他能赢。对方律师开始询问证人，首先是牧师的妻子，作为八卦之王，他说辛爸挣的不多，而且家里一团糟，在他看来辛妈应该是酗酒的。为了证明，他们还准备了纪录片，但其实画面中始终没有出现辛妈的脸。轮到辛妈的律师了，他向阿普表示辛妈只是忘记了他拿了一瓶酒，难道你就不曾忘记过什么吗？阿普很肯定，没有，圆周率我都能背到小数点后4万位，最后一位数是1，他真的不是只背了这一位数吗？律师决定现场检验一下，那你说我今天打的什么颜色领带？阿普没有丝毫犹豫就说出了正确答案。律师显然不肯就此放弃，趁着背过身去将领带藏于袖子，然后告诉阿普自己根本没有系领带。惊讶之余，阿普开始反省自己，如果他这次错了，是否也有可能错怪了辛妈？律师在家与他们一同吃饭。
饭，他告诉孩子们，我预感你们的妈妈不会坐牢。孩子们自然是欢呼雀跃，小新更是表示长大之后要成为他这样的律师。终审的时候到了，辛巴律师很自信地表示自己已经辩护完毕。这时法官开口了，你知道自己没有穿裤子吗？最后结果也已经出来了，陪审团们判定被告有罪，法官宣布处决结果入狱30天。辛巴好好的抱了抱孩子们，嘱咐他们自己不在的时候要乖。小新倒是已经想到了劫狱，在幻想中他男扮女装勾引监狱长，然后取得牢门钥匙。辛巴也十分不舍妻子，他已经习惯了妻子为他准备一切。拥抱过后，辛巴被带走了。阿布觉得自家店终于安全了，谁知他的整个超市都被人偷了。辛巴在监狱里迎来了新室友，一个喜欢撸铁的女人，她杀了自己的丈夫。辛巴倒是挺适应监狱生活，毕竟不用做饭就有吃的，家里的孩子们就没有这种好日子了。辛巴不想洗碗，所以干脆让孩子们对着龙头或者牛奶盒喝，吃饭的时候站在水槽或者马桶边吃。至于小新的穿衣问题，就让他在后院自己爬，自然而然就换掉了。辛小妹提议每个人都做好自己那份，房子就会很干净了。然而仅过了10分钟，房子就毁了。兄妹俩告诉父亲他们没衣服穿了，辛巴直接让他们上阁楼找，他现在正穿辛妈的婚纱乱晃呢。就连午餐也只是一包糖和扑克牌上的花生酱。小胖子过来嘲笑小新，你妈妈是个囚犯，你妈妈也是。对哦，那我们一起玩吧。探监日到了，全家人都来看望辛妈。当问及家里的情况时，小新说他们正在喂养一只鳄鱼。没错，老辛普森正在逗他。到了辛爸辛妈的独处时间，辛爸表示自己不会强迫他，他们可以只拉拉手聊聊天。谁知他话音刚落，辛妈就像饿狼扑食一样扑倒了辛爸。莫德和牧师的妻子正在卖糖果，有人询问是否有美味棉花糖，莫德很遗憾地表示只有辛妈会做那个。说罢，人群失望地离开了。等到清算的时候，刚好缺了辛妈的棉花糖钱，这样的话还能做林肯雕像吗？财务表示恐怕只能做个便宜点的了。这个便宜总统就是吉米卡特。人们愤怒了，拜托，这史上最差的总统。说着就开始破坏雕像，无以复加愤怒毁灭了春田镇。人们高举火把肆意烧杀抢掠，而草包警察根本无所作为。莫德祈祷着，如果辛妈在，一切就不会发生了。辛妈终于迎来了出狱时刻，辛爸早已在外面等候。孩子们看着凌乱家，必须要有所行动了。于是两孩子齐心协力，将垃圾全部扫到了地毯下面。家门外聚集了几乎所有的镇民，他们都在等辛妈回家。辛妈下车后，牧师妻子率先上前，我们以前不应该让你走的，从此以后我将用八卦之力为人们造福。习医生也组织大家为辛妈欢呼，而那个便宜总统雕像此时也加上了高耸的头发，就勉强把它当做辛妈吧，毕竟是孩子们的新玩具。如果一个坏人做了一件好事，那么大家就很轻易的能够原谅他之前的所有过错。反之，一个好人做了一件坏事，那么他一定会被千夫所指，万人唾骂。辛妈就陷入了这样一场风波中，原本就不是有意为之，然而一次失误却败光所有路人缘。本应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但流言就像流感，传染性极强，让人们似乎有了某种默契，突然之间都开始讨伐辛妈。他们很清楚他平常的为人，然而谁也没有放过这个踩一脚的机会。就连宋江饼人这样的善举，也能被强行用一根头发扭曲性质。他们的看家本领便是落井下石，原因无他，满足自己的优越感和存在感罢了。内心狭隘，便如坐井观天，自以为天下人心尽在掌握，实际眼见的国是头顶上的方寸之地。如果不是发现辛妈的价值，也许直到他们老了，都能成为养老院的谈资，毁掉一个人或者造就一个人。这样重要的生杀予夺之权，竟然掌握在这样一群人的手中，难道不是一件让人不寒而栗的事吗？为了迎合万圣节的气氛，辛巴换上了扮鬼的白袍，悄悄地爬到屋外，偷听孩子们讲故事。在对辛小妹的故事嘲讽一番之后，巴特开始讲述今晚的第一个故事——梦魇凶宅。话说穿过层层迷雾，一座房子屹立在山巅，这就是辛普森们的新家。在辛巴只给搬家师傅1美元做小费时，师傅唾弃咒骂，活该这房子被诅咒。然而辛巴听到后毫不在意，一旁的辛妈对如此便宜的买下市中心的豪宅心存疑虑，咱们家啥条件没点数嘛？正当辛巴还在做辩解的时候，地上书突然飞了起来，正砸中了辛小妹的后脑勺。向来就调皮捣蛋的巴特毫无疑问的成为了被怀疑的对象。正当两人争执不下之时，突然听到了一个声音叫他们滚出去。这个声音并没有引起辛普森一家的注意。收拾厨房的辛妈在墙上发现了奇怪的洞口，辛小妹猜测这是连接神秘维度的通道。辛巴扔的苹果很快证实了辛小妹的猜想。就在这时，巴特
特在客厅的大声呼救打断他们继续探究。当一家人赶到的时候，巴特和小小新正漂浮在空中，电灯还缠在巴特的脖子上，还伴随着那一声滚出去。再也无法忍受的辛妈抱着小小新就往外走，然而辛爸依旧不愿意放弃这样廉价宽敞的豪宅，愤怒嚷道：“剩下的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正当他说得起劲时，身体却飞了起来，然后重重地砸在地上。辛爸也有些害怕了，松口道：“明天再说。”然而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诡异的事情发生了。除了正在厨房准备食物的辛妈，一家人拿着刀在房间里打转，一个跟在另一个后面，露出狰狞的笑容。诡异的笑声惊动了他，当即就被眼前景象惊呆了，立刻大吼制止了家人们疯狂的举动。辛妈再也不能放任家人们待在这样危险的地方，抱着小小新就往外走。此时辛小妹却发现房子的下面是印第安人的坟墓。得知此事，气急败坏的辛爸马上打电话给普鲁特，希望对方能给自己一个解释。事实却是对方已经多次告知了自己这件事情。此时房子又开口了，声音环绕在空荡的房屋里，诅咒着最残忍的事情将会降临在他们每个人身上。辛妈愤怒警告不要再恐吓他们，这很快取得了效果。不再吓人的房子很快变成了巴特的宠物。他趾高气扬地表示，既然我们给了钱，你就得听我这主人的架势。原本不想招惹麻烦，只想搬走辛妈现在也铁了心要住下来。房子表示他需要好好考虑一下。于是辛普森一家在屋外等候房子思考的结果。在一阵绚烂灯光闪耀之后，房子选择了自我毁灭。联想故事中出现的印第安人坟墓，不仅让人想起了500多年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大量的欧洲殖民者移民美洲，对土著居民展开大肆屠杀，掠夺财物。故事中的辛普森一家和房子，也许正是当时入侵者和被入侵者的写照。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入侵者并没有如愿以偿，他宁可与时俱焚，也不愿意苟且偷生，也让入侵者们无可奈何。第二个故事，饥饿之灾。辛普森一家正在愉快制作秘制小汉堡，突然一架巨大飞船笼罩在他们的头上，一家人就此开启了非凡的星际旅程。长得像章鱼的外星人康康向辛普森一家表明自己并无恶意，不仅如此，还会以更大善意来招待他们，他们将吃到最好的食物，并且将被带到另一个星球享受到极致的快乐。说着就为他们献出了丰盛的晚餐。看着眼前的美食，辛普森一家开始了埋头苦吃。饭后，外星人们热情介绍着银河之旅的各种娱乐活动。古老的娱乐方式并不能让他们提起兴趣。外星人听到他们冷淡的回答，有些不高兴，炫耀说自己创造了宇宙飞船，还进行了星际旅行。辛普森一家只得承认那确实很有意思。就在这时，外星人又送来了晚餐。早就对此有所怀疑的辛小妹当即询问，为什么你们不吃饭？哦，这是个问题。如果说是要减肥可以吗？好吧，是因为要等到那颗参数7号星再吃。3个外星人看着眼前吃了大餐的辛普森一家，口水刀流到了地上，是已经想象到他们躺在餐盘里了吗？听说外星人们将要饱餐一顿，辛小妹十分不安，趁着其他人都在称重的空隙跑了出去，恰巧发现了正在熬汤的外星人。他对着食谱一边往里面加调料，一边念叨，这会给人类加上绝顶调料。说完端汤离开了。辛小妹跑过去拿起那本食谱，如何烹饪人类。大惊失色，辛小妹慌忙拿起书给家人看。辛普森一家吓得也停止了进食。辛爸对外星人怒吼道，没有人可以吃掉我们。接下来辛小妹和外星人就书的封面内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看如何为人类烹饪。不，这是烹饪40个人。哦，不是，这是为40个人烹饪。刚才熬汤的外星人也跑了过来，声泪俱下痛斥他们这种吃人东西还说人坏话的行为。此时的辛小妹也意识到，似乎真的是自己多心了。一家人就这样被外星人遣返送回了地球，并告诉他们，所以使他们错过了得到极致快乐的机会。辛小妹终于承认了正是自己的错误，才导致一家人失去了本该得到的幸福。然而一切都已经晚了，开走飞船也不会再回来。智慧一直是人类的骄傲，并且智慧正是人类与动物本质上的区别。然而有时却只是自作聪明，人类智慧判断出现偏差，使得原本对自己充满善意的人恶言相向，背上多疑的烙印。第3个故事，乌鸦。在一个寂静的夜晚，辛巴在沙发上昏昏欲睡，突然听到了一阵敲门声，客人来了。他回想起那个风雨凄晴的12月，地板上匍匐着余烬散落的阴影。当时他一直企图通过看书来消解内心的忧愁，减轻失去爱人的悲伤。那个美丽善良的女人，从此世间再无她的芳名。那柔软飘动的紫色窗帘轻轻靠近了他，使他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惧害怕。此刻敲门声又响起，他的内心逐渐平复，慢慢打开了门。然而门外除了一片黑暗与寂静，再无其他。关上门后，却听见了更大的声音自窗外响起。他慢慢的靠近，打开了窗户，一只乌鸦扑动着翅膀飞了进来。乌鸦并未与他交谈，也不是那么客气，直接停落在他门上智慧女神的雕像上。辛巴想要询问这只乌鸦的名字，然而乌鸦却大声叫嚷道，永不复焉。
正在此时，空气变得浓稠，他感动地说：“一定是上帝送来了忘忧药，使他忘记对爱人的思念。”然而乌鸦又开口说道：“永不复焉。”这次惹恼了辛巴，他对这位不速之客下达了逐客令，要他回到暴风雨中，让他的话语永远离开他的心。然而乌鸦只是呆呆看着他，机械重复道：“永不复焉。”得到这样的回答，辛巴勃然大怒，他开始追逐着乌鸦，想要将它抓住，并且驱逐出去。然而不论如何，他连他的羽毛都不曾抓住一根。他像一个胜利者，依然高高的站在雕像的旁边，俯视被打败的他。灯光打在他的身上，而洒下阴影却笼罩他的灵魂。他的灵魂能够从这团阴影中解脱吗？永不复焉。这首诗歌出自恐怖小说家爱伦坡，诗中对爱情的逝去与悼念正是人类化不开的主题。年轻的孩子们不知道失去爱情的痛苦，只是单单作为一个恐怖故事，成年人却懂得爱情的可贵。在夜幕降临之时，在黑暗来临之时，心中的阴霾一点点蚕食对生命的热情。失去挚爱的痛苦能消失吗？永不复焉。即使能通过看书来暂时的麻痹自己，心里的痛苦却不曾减退分毫，反而无时无刻提醒着自己，逝者已去，爱情逝去的悲伤永远不会随时间淡化，它会给失落的心判处无期徒刑，这或许是人类永恒的宿命。风和日丽的一天，小仙和小妹正在钓鱼，一位西装革履的先生来到他们的身后，开始和他们攀谈起来。就在这时，小仙的鱼竿突然有了动静，有鱼儿上钩了。可是这条被钓起来的鱼长相很诡异，竟然长了3只眼睛，这可是一件稀罕事。那位先生目光掠过池塘的周围，看到了一座核电站，他刚好是记者，于是这件事被登上了报纸，把出现3眼鱼和核电厂联系了起来。最后这件事情闹到了州长那里，他亲自派了调查队前往调查。辛巴作为核电厂的员工，自然不希望被调查，还嫌州长事儿多，有那闲工夫，还不如想要多放2天假。这个我看行。辛巴实在不想听他继续抱怨，告诉他上班要迟到了。2个孩子还打趣他，叫他继续制作变种鱼。辛巴在厂里吃了甜甜圈，广播突然响起，是秃头的声音。州长派的调查人员就要到了，命令他们不说话，多做事儿。秃顶话音刚落，调查人员就到了。他们一下车就打开了身上辐射感应装置，谁知连电厂的门都没有进，装置就发出了刺耳的警报声，记下来。用口香糖粘裂缝，记下来。元素棒被拿来压制，记下来。随处滴落腐蚀性液体，记下来。监控室无人工作，记下来。调查人员可不管秃顶说什么，通通记下来。秃顶眼看着糊弄不过去了，只好请调查员去自己的办公室私聊一下，还以为他要对这位铁面无私的调查员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谁知道上来就是一摊钱摆在桌子上，一点都不来虚的。秃头也没张口就说贿赂，只是表明这个钱不是他的，而是某个不知名人士遗留在这儿的，并且他希望等他再开门的时候，这笔钱能够不翼而飞。可就算他说的再天花乱坠，调查员依旧不为所动，并表示可以不计较他贿赂自己，但是如果不处理好清单上列的东西，他的这个核电站就只能停办了。调查员走后，秃头绝望地坐在他的宝座上，天哪，竟然有300多条，这得花多少钱呢？秘书很快就把答案告诉了他，5600万。秃头大发雷霆，赶走了秘书。这个无助的老男人一个人坐着喝闷酒，从白天喝到了晚上，酒瓶砸碎声音惊醒了还在控制室睡觉的辛巴，他慌忙狡辩自己只是闭目养神，发现并没有人来斥责自己，他松了一口气。看时间已经9点半了，打了电话给辛巴报平安之后，就打算收拾回家了。刚走出电站，秃顶声音就引起了辛巴的注意，好奇心驱使了他慢慢朝秃顶车靠近，隔着车窗，他就发现了趴在方向盘上哭泣的秃顶。辛巴从来没有见过秃顶这么沮丧过，关切地问他怎么了。在被对方吓了一跳之后，秃顶得知辛巴加班到了现在，或许实在是苦闷难以倾诉。秃顶让辛巴上了车，2个男人就在车里促膝长谈。秃顶告诉辛巴，政府要求电厂关门，辛巴也帮秃顶斥责政府，表示自己要是州长，绝对不会管这些闲事儿。秃顶对于辛巴的话十分生气，州长那是你想当就能当的吗？你知道竞选得花多少钱吗？辛巴当然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但他认为秃顶有这个实力，毕竟他那么有钱，要是当上镇长，谁敢关他的电厂？秃顶表情由最开始的生气、惊讶，到最后露出了奸诈的笑容。没想到辛巴平时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突然脑袋也有这么灵光的时候。如果自己当上镇长，那电厂这点小钱算得了什么？整个州的财富都是他秃顶一个人的。现在他要开始创建属于自己的新世界了。没有丝毫的迟疑，秃顶马上就在报纸上发表了竞选声明。看到新闻的辛巴表示自己要投票给他。辛巴很不满辛巴的做法，他们一家人都应该是现任州长玛丽的拥护者。辛巴却不以为然，就算自己不支持玛丽，他也不会知道，也不会让他丢掉工作。辛巴不认为可以为了工作违背良心。玛丽可是全国有史以来最受爱戴的州长。秃顶已经组建自己的竞选团队，总负责人用图片向秃顶展示了大致的目标。
销。简单来说就是改变人设。现在秃顶在民众的心中还是一个无良商人，必须把他转变为实干家。不仅如此，还需要把他对手玛丽有一个正面的政治形象转变为一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不过首先要解决的是那条变种鱼。很快秃顶就上了电视直播访谈，在他拿出那条鱼开始介绍之前，首先请出了来饰演达尔文的演员，来为公众科普自然法则，物竞天择。还以为达尔文诈尸了呢，不愧是演员，凭借高超演技把群众忽悠得一愣一愣的。对于进化论这套法则讲解的跟达尔文在世一样。首先他表示这条鱼是自然选择的产物，是向着更优秀的基因进化的结果。真的，我差点就信了。到最后秃顶甚至说这条鱼是大自然的奇迹，希望大家不要歧视这条格外优秀的鱼。这次的访谈在群众中得到了不错的反应，现在公众的心里已经开始觉得是政府无故挑事，欺压可怜的小商人。不过清醒的人还是有的，辛妈就表示自己绝对不会改变立场，虽然现在民调显示只有6%，但对于秃顶来说已经是很好的开始了。与此同时，他的竞争对手玛丽也注意到了他的存在，他在接受媒体采访中表示不要把群众当傻瓜，公道自在人心。辛妈作为玛丽的支持者到处为他拉票，秃顶也干劲十足，一会儿向公众激情演讲降低赋税，一会儿亲自参加城市建设，一系列动作下来，秃顶支持率势如破竹，节节攀升。辛爸和辛妈在家里也搞起了对立，而且势必要对抗到底，树立正面形象和抹黑对手两不误。秃顶命令团队深挖玛丽的黑料，然而找来找去都是些不痛不痒的新闻，想要凭这些扳倒玛丽是不可能的。由于秃顶大肆宣扬减少赋税的理念，现在他的选民已经将他视为神一样的存在，终于在民调中超越了玛丽，但他还是需要争取更多中间派的票数。竞选团队提出了一个很不错的办法，在选举前一天找一位他的员工共进晚餐，这确实能够增加他的亲和力。在众多的员工中，平平无奇的辛巴就成了他的选择对象。辛巴很快把这件事告知了家里人，毫无疑问，辛巴是坚决不会同意的，他可是玛丽的坚决拥护者。对于老婆大人的行为，辛巴支走了孩子们，决定展现一下一家之主的威严，扑通给辛妈跪了下来。万分无奈之下，辛妈只好答应了。很快，竞选团队就来到家中布置直播需要的器材，同时嘱咐辛小妹到时候一定要背下他们准备的问题。等到吃饭的时候，自然的向秃顶提问。比起写在稿子上的问题，辛小妹更想问秃顶为什么要污染地球。辛妈也表示女儿的问题更有意义。辛爸呵斥住了妻子和女儿，向竞选团队表示他们一定会好好配合的。当天晚上，辛爸和辛妈就发生了不愉快。辛妈觉得辛爸剥夺了自己表达意见的权利，辛爸表示自己没有剥夺，他照顾这么可爱的家庭，有准备可口的食物，自己怎么可能会不让他发表意见呢？辛妈想了一想，似乎明白了什么。那好吧，休战睡觉，和未来州长吃饭的日子到了。谁知秃顶还没有进门，辛普森家的狗儿猫儿就把他扑倒在地。秃顶自然十分生气，但是关键时刻也只得忍耐，表示自己最喜欢的就是宠物了。很好，民调显示支持率又升高了。吃饭之前小心对上帝不尊重也被他成功化解。不得不说，秃顶还真有点当政治家的天赋。很快，辛巴就照着纸条念出了他的问题，是关于秃顶倡导减轻赋税。秃顶表示，只要他当上州长，一定会减轻赋税。接着，他又主动询问辛小妹有没有问题。辛小妹迫于无奈，只得问出了要求那个问题。然后实在忍受不了了，也不听秃顶发言完毕，就擅自离席去厨房找辛妈了。他告诉辛妈，自己不想成为坏人的工具，这顿饭吃的太压抑了。辛妈告诉自己的女儿，她今晚已经学到了很多东西，接下来只需要相信妈妈就可以了。说完，辛妈就端着准备好的食物走向餐桌，秃顶还在激情的演说自己的理论，就看到辛妈端着食物走了过来，很快就被吸引了注意力。掀开盖子一看，竟然是那条三眼鱼，所有人都睁大了眼睛，看着秃顶会怎么表现。辛妈还故意给秃顶切了鱼头的部分，三只圆滚滚的眼睛看着他，众目睽睽之下，他知道自己最好的表现就是吃掉眼前这个家伙，并且露出很美味很享受的表情。然而事与愿违，这实在跟好吃沾不上边，秃顶在嘴里搅了几下就直接吐了出去。那块鱼从秃顶嘴里飞过了餐桌，越过了众人的视线，直直的落在了竞选团队的面前，也落在了所有记者相机中。毫无意外，秃顶彻底完了。新闻发布当晚，秃顶支持率又跌到了谷底。所谓伟大的进化论、物竞天择的结果、大自然的奇迹，全部都是一个谎言。他的竞选团队也走了，秃顶彻底输了。大发脾气的秃顶在辛普森家乱砸一通，还是辛小妹站出来才把这家伙请走了。临走之际，他还对辛巴狠狠地表示，自己一定会让他所有的梦想都落空。辛巴十分害怕秃顶说的话，辛妈在一旁安慰他，如果他的梦想只是吃甜甜圈、睡懒觉、做条咸鱼，没有人能够让他的梦想落空。在本集中，秃顶大厅演讲的画面致敬了1940年美国电影《公民凯恩》，虽然他们主要的剧情并不完全相同，但是都涉及到了主角参加竞选的故事，并且最终以失败告终。由于剧情关联不大，讨论仅限动漫。
在本集动漫中，秃顶为了能让核电厂不面临关门的危机而走上了竞选州长道路，可以说一开始就动机不纯，所以落入失败也是理所当然，并且在竞选途中没有做一件实事，也没有真正为人民着想的觉悟，还说群众都是白痴傻瓜，甚至企图抹黑对手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有点讽刺美国政治的味道。就算你是一个对政治没有任何概念的人，根本不懂得如何去管理国家，但是只要你有钱，或者有人愿意给你捐钱，你就可以买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包括权利。资本就是一切，没有资本的普通人只是被愚弄的对象。虽然在动漫里秃顶最后失败了，但是在现实中，特别是在美国，成功的案例应该不会在少数。不管在竞选的过程中口号是多么响亮，比如让美国再次强大，但是真正坐上那个位置之后，剩下的就不用我多说了。在资本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也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有钱人操纵了普通人，还是金钱控制了人类？正是一天的清晨，辛巴像往常一样食欲旺盛，盯着微波炉里的肉饼开始倒计时。星期四肉饼夜，星期五猪排夜，一成不变的晚饭已经让辛小妹感到厌倦，她迫切想尝试一些新的食物。辛妈觉得女儿的意见很有参考价值，向丈夫提议明晚上去吃寿司，但是辛爸坚决的拒绝了。对她这样不挑食的人来说，在家吃猪排饭没有什么不好的。辛小妹被妈妈勾起了兴趣，不依不饶，一心就想去吃寿司。辛爸最终还是没能挨过她一遍遍的哀求。次日，一家人来到了日本料理店，服务生为他们介绍了一下店里的娱乐地点，就带他们来到了一个小包间。点好菜之后，侍者很快就端了上来。辛爸看着眼前这些有点超出他认知的食物，捏着鼻子闭着眼睛，拿了一块塞嘴里，啊，真香！果然，谁都逃不过伟大哲学家王敬泽的真香定律。辛爸一块接着一块，不停地往嘴里送。唱歌的地方已经不像他们刚进来时那样冷清，已经有人开始唱歌了。孩子们也早就离开了饭桌，去舞台上大显身手。只有辛妈还陪着丈夫大吃特吃。辛爸彻底被日本美食征服了，他把菜单上没吃过的都点了一遍。菜单上的绝大部分美食都进了辛爸的肚子，但他还是没有尽兴。突然眼前一亮，发现一个没吃过的东西——河豚。他要吃这个。侍者刚想说话，就被辛爸粗鲁的打断了。不管你说什么，我都要吃这个。侍者来到厨房交代厨师，好巧不巧，厨房里的老师傅有事走了，只留下小徒弟在厨房里。听到客人说要吃河豚，吓得连连摇头。这样剧毒的食物，稍稍切错就会让食用的人性命不保。侍者也知道，但是客人要吃，那就给他做吧。小徒弟不敢擅自动刀，跑到外面去请师傅。谁知道师傅还在跟小姐姐亲热，根本不想听徒弟的话。无奈的小徒弟只好自己去处理河豚。他认真的拿着书，对着河豚比划，这么切，再这么切。正在专心研究小徒弟，忽然听见辛巴大喝一声：“我要河豚！”他的小徒弟差点刀都扔了，最终还是给辛巴送上来了。辛巴之后连连夸赞人间绝味。情场得意的老师傅归来，看到厨房废弃的河豚残片，不禁大惊失色，慌忙跑过去询问侍者和徒弟。三人一起去找辛巴，看到他眼前空空如也的盒子，三人开始狂飙日文。我就听懂了师傅骂徒弟的八嘎呀路。辛巴显然什么都没懂，还是对辛巴夸赞日文好听。一人做事一人当，小徒弟很快走过来，告诉辛巴他可能中了河毒的豚。侍者为他指明了料理店附近的医院。坐在诊断床上的辛巴十分懊恼，看吧，这就是尝试新鲜事物的后果。从来没听说过吃猪排饭会中毒的。医生和辛巴走过来，给他带来了坏消息，辛巴可能吃了河豚的毒囊，这样的话他就只有24小时的时间可以活了。准确来说，耽搁了2个小时，现在只有22小时的生命了，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天了。不管怎样，他都要好好度过。辛巴给最后一天要做事列了一个清单，在写好最后一件事之后，辛妈建议是否能在早上一起看日出。辛巴欣然同意了，然后定了一个6点闹钟。辛巴生命的最后一天，计划中的日出并没有看，因为他一直睡到了大中午。就算时间有些晚了，其他写好的事也必须要一一完成，因为对于辛巴来说，这些都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辛巴来到小新的房间，把自己的3句人生信条传给了他，并且还教他刮胡子。对于小新来说，确实还用不上，但是辛巴已经没有时间了。其次就是听辛小妹吹奏萨克斯，辛巴从来没有发现自己女儿在音乐上是如此有天赋。他开始和着萨克斯的旋律跳舞。接下来就是小女儿了，这个刚出生没多久就要接受爸爸的离开，也许她长大后都记不起爸爸长什么样子，所以辛巴为他小女儿录了一段录像带，以便她能够知道自己的父亲是怎么样的人。家里的孩子都有了辛巴的陪伴，接下来应该好好陪陪自己的父亲。辛巴来到父亲的家中，满含热烈的表达自己对他的爱，父亲也深受感动的抱住了儿子，这也是清单上的一项，他已经完成了，现在必须要走了，因为上面还有很多事情等待着他。可辛爷爷却不愿意自己儿子离开，好不容易和儿子建立了如此亲密的关系，这位孤独的老人希望儿子能多陪陪自己。辛巴虽然想走，可是看着眼睛里满含泪水的老爸，还是把话咽了回去。父子俩
俩一起钓鱼、打球、摔跤，度过了一段十分愉快的时光。辛巴必须得走了，他已经没有剩多少时间了。越想赶时间，老天就越不会让你如意。辛巴的车速太快，被警察叫停了。原本想给了钱了事，可警察像是故意与他作对，偏偏把他关了起来。待在牢房里的辛巴被允许给一个人打电话。思考了一会儿，他决定打电话给好朋友巴尼。如果不是星爷爷那里待了太久，他们本该是要一起去喝酒的。所幸巴尼的家就在辛巴待的牢房对面，为他节省了不少时间。辛巴连忙让巴尼拿50块钱来保释自己。此时，辛妈和孩子们正等待着辛巴回来吃晚饭，他们都穿得十分正式，桌上摆好了蜡烛，放着上好的瓷器，可辛巴却迟迟没有回来。巴尼东拼西凑，终于凑了近50块钱，也知道了关于辛巴最后一天的事情，不由分说要他陪自己喝啤酒。辛巴不能拒绝老友的请求，他们一起来到了老谋子酒吧。辛巴本想给家里打个电话，谁知调皮的小新也正在老谋子酒吧打电话，导致电话一直忙线。好吧，那就好好享受最后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光吧。辛巴亲吻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愿意把所有人都当做自己的朋友。猛然间抬头，辛巴看到了墙上的时间，已经很晚了，他必须回家了。无奈巴尼的车坏掉了，但是辛巴已经不想再等了，他直接跑回了家。辛妈正在家里苦苦想念着辛巴，思考着他到底去了哪里。就看见辛巴在敲打着窗户，在亲吻了3个孩子之后，辛巴拉着辛妈上了楼，2个人并坐在床上。辛妈念着自己给丈夫的诗，虽然辛巴刚开始并不感冒，但是听到最后2句还是令他动容了。我将永远爱你，我唯一的爱，所有的爱。辛妈睡后，辛巴却怎么也睡不着，他亲吻过熟睡中的孩子，给予了自己给他们的祝福，然后拿起了圣经录音带，独自坐在沙发上等待着死亡的降临。天空已经微微有些亮了，辛妈睡后发现身边人不见了，最终他在沙发上看见了双眼紧闭的辛巴，他感到无比的伤心，悲伤的情绪还没有完全的发泄出来。他看到了辛巴嘴角的口水，咦，还是热的。辛妈兴奋的朝辛巴大喊：“你还活着！”辛巴也为生命的继续感到兴奋至极，他决定每天都要充实的度过。当然，这绝对只是说说而已，因为他又开始了吃了睡，睡了吃的生活。这已经是一个很老的话题了。如果你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天，你会怎么度过？但这也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也许我们在人生才刚刚开始，还有大把时间的时候，并不会真正知道，或者说觉得有钱有权吃喝玩乐就是人生的目的，就是生命的意义。可是当我们的人生只剩下最后一天，或许会发现家人和朋友才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东西。辛巴在他的列表里列了很多事，有些事比如飞滑翔翼都被他舍弃了，可是还有很多事情他没有舍弃，就算时间不够，他仍然愿意去陪伴自己的父亲和自己的朋友喝一杯。那些真正无法舍弃的东西，才是生命的意义所在。早上6点钟，辛小妹来到小新的卧室，叫醒了沉睡中的小新，提醒他2天后就自己的生日，希望他能够提前准备好礼物。小新本来想把这件事蒙混过去，奈何辛小妹记性太好，说自己是如何精心准备小新的礼物，她又是怎么样每次都让自己失望的。小新实在没办法了，只能敷衍妹妹说这次自己一定准备。虽然是自己强行向小新要来的承诺，但是辛小妹还是感激地抱住了哥哥。小新是转眼就会把自己答应的事情抛之脑后的，比如亲妈要去洗衣服，让小新帮忙照看年幼的小新，小新嘴里答应的飞快，转眼就被其他事情吸引了目光。小丑热线，这对小新来说可比看孩子有趣多了。小新随即跑过去给小丑打电话，虽然打电话耗时耗钱，而且全程听的都是小丑的录音，大部分还是笑声。就算是如此敷衍的热线，小新也没有放下电话照看妹妹，果然是真爱粉实锤了，以至于小新整个人都被吊在了电风扇上。等到新妈责备他的时候，还撒谎自己已经尽力阻止了，连小新都气得把奶嘴吐到了哥哥头上。急着上班的辛巴打断兄妹俩的对峙，当辛巴看到一篮子的粉衬衫时，当即又崩溃了。他可是个纯爷们儿，穿粉红色衬衫是会被人嘲笑的，而且别人都穿的白衬衫，他可不敢特立独行。这时小新走过来，在一众粉红色的衣物中掏出一顶大红的帽子。破案了，又是小新搞的鬼。暴躁辛巴一把捏住了小新的脖子，辛妈只好安慰辛巴不会有人在意的，快去上班吧。辛妈猜错了，正盯着监视器的秃顶一眼就看到了一群白衬衫中那个扎眼的粉红。电厂里的人也对辛巴指指点点，朋友也调侃辛巴，故意给他留了个粉红色的甜甜圈，还没有把眼前美味喂到嘴里，辛巴就被2个保安抓住了。原来是秃顶铁了心要整一整这只出头鸟，可医生给辛巴做了100多次身体检查都没有任何问题。秘书觉得辛巴说的帽子事件可能是事实，但是秃顶不会放掉这个整人的机会。他询问医生该怎么处置这个随心所欲的花花公子，医生告诉秃顶需要填一份表格，知道他的心智是否健全，了解具体的分
傻程度。填表这种需要动脑子的事情，辛巴是不愿意做的，他希望辛巴能够帮他一下。辛巴只是看了一下就拒绝了，表示这种私人测验他不能代劳。好吧，那就去找辛小妹吧。辛小妹欣然同意了。作为交换，辛巴需要坐下来听他写的新诗，这可要了辛巴的命了。还好家里还有一个备胎，辛巴立刻去找了小新。小新倒是没怎么多说，就帮老爸开始填。辛巴也是心大，就小新以前战绩还敢让他帮忙，在小新面前，辛巴本来也会暴躁一些，这下好了，小新啥都往最坏的地方填，这可让想整辛巴的秃顶满意了。本来还差个由头，如今正中下怀，直接被送到了精神病院。正式进去之前，又进行了一些小测试。很不幸的是，辛巴一看到像小新的图片就大喊大叫，然后他就正式进入了精神病院，和一个大个子白人关在了一起。辛巴刚被关进精神病院，大个子又友好地向这位新朋友介绍自己，迈克·杰克逊。对的，小伙伴们没有听错，听到这个名字不激动的大概就只有辛巴了。迈克显然不相信辛巴竟然没有听过自己，在向他口述专辑歌曲之后，又给他表演了月球漫步，这可吸引了辛巴的兴趣，跃跃欲试向迈克学习。可是辛巴连方向都弄错了。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人都收获了一个朋友。迈克询问辛巴见的原因，因为他看起来是一个好人。辛巴把粉衬衫的经过告诉了他。迈克表示自己也常因为穿着而被认为是疯子。小新和辛小妹一点也不知道老爸进了精神病院，正看着恶搞版的猫和老鼠，里面老鼠送了一颗炸弹给猫当做生日礼物，然后把猫咪头都炸飞了。两个孩子被逗得哈哈大笑。辛小妹表示自己只是希望能得到小新送的礼物，哪怕并不尽人意。小新则表示自己会好好敷衍他的这次生日。迈克又带着辛巴去见了几位看起来相对正常病人之后，辛巴想给家里人打一个电话，可他实在是觉得太丢脸了。迈克表示自己愿意帮助他，电话通了，是小新接的。在连续问了几个问题之后，小新终于相信对面说话的人就是迈克·杰克逊。就算他有点期待老爸被切除部分脑子之后的样子，但是偶像的话还是要听的。这一次小新还是很靠谱的。到了晚上之后，人总是会感到格外的孤独，尤其是辛巴这样突然来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他想念辛妈，他不知道还要在这里待多久。迈克安慰了他，并用自己温和的歌声伴他入眠。辛巴作为一个正常人，很不理解别人的病症，总是以自己的思维去打断别人的话，这在医生看来应该也是有点不正常的。对着前来接辛巴回家辛妈，医生说出了辛巴一系列不正常的表现。辛妈表示只要不提小新，辛巴就再正常不过了。好吧，如果真的有小新这个人，他不正常的反应现在看起来也在情理之中了。辛妈终于见到了辛巴，抱着辛巴就是一阵亲，冷冷的狗粮在其他病人脸上胡乱的拍，或成呆滞状，或成撅嘴状。医生告诉辛巴，表示他没有病，可以走了。迈克前来为自己的这位朋友贺喜，辛巴诚挚邀请迈克有时间就去他家坐坐。迈克欣然同意，表示今晚就行，因为他是自愿待在这里的。当他专辑墙外只获得了一项歌莱美奖提名时，他抑郁了，选择逃避他来到了这里。此时在家辛小妹独自给自己唱着生日歌，唱完了之后看着空荡的房间忍不住哭了起来。小新很想安慰姐姐，奈何自己还不会说话，只得吹了吹嘴里的吹吹卷。辛巴此时打电话给家里，让小新准备迎接一下迈克·杰克逊。迈克特意嘱咐不要让别人知道。小新嘴里当然是满口答应，然而挂断了电话之后，挣扎不过1秒就通知了自己的铁哥们眼镜仔。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把辛普森家围了个水泄不通，甚至市长都来了，还宣布要为高速公路改名。事实证明，真的只有辛巴没听过这个名字。然而当春田镇人民看到真身的时候都惊呆了，眼前这个人和迈克哪有半点相似的样子。所有的人都走了，只留下一地的狼藉。辛小妹还没走，她对自己的哥哥还保留了一点希望，希望他没有忘掉自己的生日礼物。可是这唯一的心愿也落空了，即使自己已经提前告诉了他，并且不时的提醒他这很重要，可他还是什么也没有准备。辛小妹是真的伤心了。辛小妹在自己的卧室里生气写下与小仙绝交信，表示自己以后若是有亲近他的举动，一定是出于形势所迫的虚情假意。迈克看到这个伤心小姑娘的举动，决定去劝劝小新，为自己的妹妹准备生日礼物。他提议可以给辛小妹写歌，小新表示她还太小，她不会。迈克无奈道，自己在她这么大的时候已经发过歌了。小新听不下去了，他把迈克·杰克逊的海报摆在他的面前，告诉他别再自以为是了。但是他没有生气，仍然表示自己能够帮助小新写歌，可能是不忍心拒绝一个真心帮助自己的人，又或许实在不忍心让辛小妹再如此伤心下去。小新同意了和迈克一起写歌。刚开始小新编的歌词实在不堪入耳，迈克告诉他不能再调皮了，必须要写出他心里对妹妹的真情实感。为了能够让小新找到那种感觉，迈克带着小新去看看自己的妹妹，那个一直在等待小新给自己送礼物的辛小妹。两个人一起注视了难过的辛小妹，然后回去写歌，直到第二天天亮。早上6点钟，就像3天前辛小妹去向小新索要礼物一样，小新在同一时刻把
把自己和麦克精心准备的独一无二的礼物送给自己的妹妹。小新开启了垃圾桶，麦克弹起了钢琴，和着歌声轻轻制成了一首美妙的旋律。这是一首独属于辛小妹的歌，歌声惊动了房间里的所有人，大家都来到辛小妹的房间听两人的合唱。辛小妹终于原谅这位看似不把自己放在心上的哥哥，原谅他总是忘记准备自己的生日礼物。在歌声结束之后，他紧紧抱住了小新，这是我这辈子收过最好的礼物。在辛小妹对小新和麦克表示了感激之后，麦克表示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他告诉大家，他的本名叫里昂，是一个专将，只是因为大家喜欢他像麦克一样说话，所以他就这样做了，并且总是以善意回报大家。里昂最终找回了自己，也告别了辛普森一家。他朝着远处冉冉升起的太阳走去，嘴里用自己的声音哼着那首献给辛小妹的歌。就算不模仿别人，他也会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因为他始终面对着光明前进。本集动漫致敬了1975年的美国电影《飞跃疯人院》，没有任何精神病的辛巴阴差阳错进入了精神病院。不过本集动漫的福利远不止如此，动漫里自称迈克·杰克逊的大个子白人无疑是最大的惊喜。迈克本人也十分认同这样一个人物的设定，亲自为他配了音，同时还为辛小妹写了生日歌。为什么作为迈克的模仿者，里昂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喜爱？大概是因为他如同春风化雨一样的待人态度。在辛巴刚开始进入精神病院的时候，没有因为他是新人就欺负他，也没有因为不熟悉而冷落他，而是用自己善意给辛巴带来了温暖。动漫故意设定让辛巴没有听过迈克·杰克逊，就是为了彰显他自身的人格魅力。就算他不是迈克·杰克逊，只做自己，也会有人认可他，喜欢他。他虽然拥有着模仿迈克的能力，但他从没有因此去谋利，或是去吸引别人的注意，反而用它来表达自己的善意，比如哄辛巴睡觉。大概就是因为这样，才能得到迈克本人的认可。动漫中的里昂，他从来都不会去追求外表上和迈克达到一致，但是他却和迈克一样，给别人带来温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获得别人的认可，更重要的是自己的认可。今天是本学期的最后一天，孩子们都兴奋异常。不过，这同样也是发成绩单的日子。看着齐刷刷的 F， 小新觉得人生都灰暗了。他向老师表示，必须要平均分 C， 否则就不能参加小丑露营了。小爱想了一下，大发慈悲把成绩都改成了 C。谢了，大美女。小爱开心摸了摸小新的头，小新，我会想你的。这时候广播响了，校长通知孩子们炸学校，其他都是拿着小铲小锤。小新倒好，开来了吊车，挥起铅球，学校名字都给砸了。基本鉴定，这货是在做梦。小新正哼着小曲，操纵了吊车。辛巴来叫他起床了，他告诉老爸，我梦到今天是学期末了。辛巴表示，对呀，今天就是。早餐时间，小新还不忘拿着小丑露营的卡片看。辛巴问丈夫，是否还记得答应孩子们的事？当然了，不就是18岁之后就自立门户吗？辛小妹打断了父亲的话，不是这个，是如果他们的平均分都达到了 C， 就让他们去参加小丑露营。女儿的成绩当时没话说，但儿子辛巴还是知道的，他的水平要是能达到那种程度，无疑是难于登天。任小新怎么样耍花招，辛巴只有一句话，没达到就不能去。到分发成绩单的时候了，辛小妹看着上面那个刺眼的 B 加，怎么回事？我从来没有得过 B， 她简直感觉自己要疯了。走上讲台去找老师，得到答案却是每个人的永久档案中都会有点遗憾。辛小妹丝毫没有罢休的意思，抓住老师的手，强行让他再考虑一下。这可能就是好成绩学生的执着吧。另一边小新也十分焦急，他正在讲台前踱来踱去，还告诉小爱，希望他能考虑到自己所有课本返还时都保存完好，还有些连包装都没有拆。再加一句，我为你的美貌倾倒，我从来没有如此接近过一个天使。对于小屁孩的奉承，小爱完全不为所动，将成绩单递给了小新。看着上面清一色的递减，于是小新说出了他在梦里对老师说的话，梦和现实还是有区别的。小爱依旧没有改成绩的意愿，不能去露营，那就享受一个红灯高照盛夏吧。下课铃声敲响，孩子们都分了色跑出教学楼。在校车上，大家也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除了小新，此时他正在全神贯注地改成绩呢。辛小妹看了看他的成果，止不住大笑起来，你改成绩也改得靠谱点吧 A 加，你在想些什么呢？小新看着电视上，小丑说离露营只剩下1周的时间了，还介绍了各种娱乐项目，更重要的是去那里可以和小丑欢度暑假。小新再看了一眼手里的成绩单，也罢，那就放手一搏吧。此时辛巴正在除草，小新将成绩单递给老爸，看了一眼，辛巴有些生气，你小子蒙我呢？要知道从 D 改成 B 本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你这也太贪心了吧。小新有些失落，我不能去露营了吗？辛巴告诉儿子，本想赐予你拿个好分数，但事与愿违，这是我的问题，没必要让你负责，所以你可以去，而且我不想你一夏天都在我跟前晃悠，这才辛巴真实目的吧。确定了兄妹俩暑假的归宿，就开始准备需要带走的东西了。辛妈正为儿子收拾行李，你泳衣呢？小新不以为然，我要裸泳。辛妈吓了一跳，你小子要放飞自我。此时辛小妹
正在医院备药，治疟疾的、麻疹的、脑炎的，还有麻风病的。医生没有理会这个小女孩，而是递给她一根棒棒糖。孩子们就要离开了，这顿饭就是临行前的最后一顿了。丈夫孩子都在狼吞虎咽，但新妈还是十分动情，哭了起来。校车已经在外面等候，旁边汇聚了前来送行家长。马丁家长嘱咐儿子好好减肥，新妈十分不舍亲吻了儿子和女儿。眼看着孩子们渐渐远去，家人们开始暴露本性。耶，神兽终于走了，再见了，别回来了。露营基地里，小丑已经在此等候多时。孩子们，欢迎来到小丑露营。什么？原来只是一段录像嘛？不过小丑也告诉大家，几星期内就能够见到他。在此之前，所有的事情就由他的好兄弟布莱克处理。他希望孩子们尊重布莱克，就像尊重他一样。虽然说到布莱克的名字时，完全像是和原视频拼凑而成的，但是糊弄底下的孩子们足够了。电视机旁的男人告诉他们，自己就是布莱克。过去15年，他一直主管着欧洲的小丑营地。敷衍的回答2个问题之后，布莱克将剩下的疑问交由另外3个人解答，他们就是混混组合。混混们带孩子们来到了住所，也就是一些破破烂烂的小木屋，里面还有各种飞禽走兽。一条蛇从新小妹的脚边溜走，他有些不安。不过小新就淡定多了。这间房子有小丑阿壳的认证，这可是高逼格才有的待遇。小新的想法显然过于天真，小丑冠冕的东西连钟表都是日常爆炸。露营生活就在混乱中开始了。松球果腹，巨浪游泳，胖子引体向上，稀饭跳青蛙，巨石追击，合唱台倒塌。孩子们可谓是在这里饱经磨难。而在他们只能喝稀粥的时候，那个所谓的顾问布莱克和他打手们正在温暖的房间里抽着雪茄，吃着大鱼大肉，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混混们走过来，关掉了房间里的灯，在漆黑的夜里，寒冷的吊床上，新小妹对哥哥说：“我觉得我会死的，妹妹，我们都会死的。”可我说的是马上。是啊，我也是这么觉得。就在孩子们受到非人折磨的时候，他们心心念念小丑此时正悠哉看球呢。好些日子过去了，亲妈终于想起来给孩子们寄信。要说这夫妻俩今日的生活，那可真是快乐似神仙。没有孩子们在一旁添乱，他们彻底过上了没羞没臊，只想搞颜色的日子。由于没有来自孩子的压力，辛巴甚至还瘦了，也长出了头发。辛巴写信的时候，他正驮着小有心单手俯卧撑呢。辛巴首先希望孩子们一切安好，然后诉说辛巴蜕变，最后嘱咐他们吃自己做的小甜饼，以及十分想念他们。毫无意外，这份邮件被混混截胡了，信还是可以归还，不过小甜饼兄妹俩就无福享用了。等到混混走后，秦小妹掏出铅笔给妈妈回信：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不再害怕地狱，因为我来过阿可营地。我们的自然远足变成了严酷的死亡行军，我们的美术工艺中心其实是狄更斯笔下平民工厂。小新能撑到现在，全因他坚信不疑，小丑阿可终会现身。但我却更悲观，我不确定这封信能否送至你们手中，因为我们的通讯线已经被切断了。写字耗得我头晕眼花，所以在结尾处我要高呼：救救我们，快救救我们！大风吹拂了新小妹的斗篷，他将自己唯一的希望交给了骑马的男士。男人收了酒，没有辜负新小妹所托。这封信确实到了新爸新妈的手中，但他们并没有拿这封信当回事儿。新妈觉得这只是小女孩的牢骚，如果他们现在就去接，到时候她又不愿意走了。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小木屋的屋顶都被掀翻了，孩子们只能勉强抱着柱子稳住自己。小新向妹妹表示，下个暑假说什么也要去打工。对孩子们来说，这是惊险一夜；而对于新爸新妈来说，这只是美好的野餐时刻。没有那俩孩子，他们仿佛回到了恋爱的时候。看着下面无精打采的孩子们，布莱克表示他准备了惊喜，那就是小丑阿壳来了。小新显然是有些魔怔了，换着好基友和妹妹就说：看吧，我说他会来的，他会带来好吃好喝的，再给我们的敌人重重一击。然而事与愿违，那个看起来醉醺醺的小丑根本就不是阿壳。作为死忠粉，小新一眼就看出来了。布莱克讪笑道：你是在说我把一个酒鬼扮成了小丑吗？看着酒鬼巴尼，小新表示他已经受够了，不是那么痴迷阿壳，哪怕是服用阿壳牌维生素让我心跳过速，或是阿壳计算器上缺7少8，也可以接受他的自传有明显删节的强文。但是这一次他太过分了，我们要见阿壳，我们要见阿壳。他的呼声很快就得到其他孩子的响应。布莱克开始慌了，他将责任怪到了混混们的头上，你们就是这样摧垮他们的意志的。不过他们也没能在台上拉扯多久，因为孩子们很快就冲了上来，孩子们毁了这里的一切。小新放出了关在减肥集中营的小胖子们，新小妹向孩子们分发各自家里寄来的邮件，营地的小丑旗帜也被降下来了，重新升起了邪恶的小新旗帜。就在女王将要给小丑领受爵位之时，手下带来了一个紧急电话。此时新爸新妈还在练瑜伽，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电视上突然插播了一条紧急新闻：小丑露营地遭遇危机，孩子们以武力占领了这个地方，3个顾问如今不知所踪。
动。不过据说他们十分害怕。主持人继续跟进报道，表示自己将要去采访头目。辛巴不停在心里祈祷，不要是那小子，不要是那小子。可惜注定要让他失望了。小新的脸出现在了镜头前，辛巴头发又掉了，肚子也大了一圈。就在小新接受采访之时，阿可也赶了过来。他一进营帐内就被一群持着武器孩子们包围了。我不是水货，我真的是阿可。直到被扯开了衣服，他才算是自证真身。小新询问自己的偶像，你怎么能这样做呢？我绝不会把自己的名字给一个劣质产品。阿可崩溃的跪倒在地，他们往我家运了满满一卡车的钱，我又不是铁石心肠。小新继续揭露了营地的真相，他们给我们喝稀粥，还逼我们做外销钱夹。小丑听到孩子们的遭遇，更是禁不住掩面而泣。他向小新表示，我要补偿你们，让你们不虚此行。小丑确实兑现他的承诺，亲自驾驶巴士带着孩子们向快乐出发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没有人天生就应该被奴役，也没有人天生就高人一等。肆无忌惮消耗别人的耐心，一旦反弹，就会如同决堤之坝，不可抑制。虽然孩子们最终心满意足，但这也引人深思。如果没有小新站出来，是否他们就会任人宰割，直到最后，以至于彻底被击垮意志，得以解放，也对此缄口不言。如果只是一味承受而不知反抗，哪怕1万人对抗1人，恐怕也难逃全军覆没的结局。再说小新，如果不是为了偶像，以他的恶魔属性，根本不至于将自己逼到那种绝境。就是这样一个无条件支持偶像小男孩，得到的却是肉体和精神折磨。究其本质，还是因为资本和明星的勾当，利用粉丝的信任，让资本家随意收割韭菜，甚至可以将粉丝丢给别人而不闻不问。不可否认，偶像确实带给人们很多感动和陪伴，但是以次充好，恶意欺骗粉丝，未免让人心寒。更别说直接将孩子们扔给雁过拔毛的恶棍。没有人交出自己的信任，是为了让别人前来见他的。全家人都在看电视，不过辛巴在老模子酒吧，家人都在家里。辛巴打电话过来，告诉辛巴外面下雪了，让他快点回家。无奈雪太大了，即使辛巴打开了雨刮器，还是撞上了前面那辆车。哇哦，这辆车和我的车撞得一样惨耶！这时辛巴带着孩子们出来，辛巴才发现这2辆车都是自己家的，车是刚需，不能没有。辛巴第一次试驾车子太小，起步都要靠人推，接着全家又陪他到车展看车。不过到底是看车还是看人，就说不准了。小新在这里也是混得如鱼得水，他上了一辆满是枪眼的车，正那比划打枪呢。辛巴走过来，叫儿子放尊重些，这下把小新兴致都给败光了。他一拳捶在车子上，手套掀开了，里面竟然有几沓钞票，发财了。此时辛小梅正在看碰撞实验动画展示，只见几个人偶在事故中被撞得东倒西歪。等等，怎么还有一个真人？辛小梅此话一出，解说员立刻吓得拉拢了帘子，表示展览结束。蝙蝠侠战车，这立刻吸引了辛巴的眼球。亚当韦斯特，辛巴兴奋地叫来孩子们。蝙蝠侠没想到本尊降临还是个话痨，完全不顾眼前3个人，就在一旁又唱又跳。辛巴抓住2个孩子，悄悄地往后撤。突然他撞上了一个展台，往上一看是辆红色铲车。辛巴瞬间觉得这就是他的本命车，如果有了它，他一定可以大干一番。他已经想象到总统需要运送名画，然后让他用铲车铲出白宫前的抗议者的场景了。回归现实，辛巴发现他根本买不起这辆车，但老板也不会放过送到嘴边的肥肉，使劲鼓吹这辆车价值。辛巴本身就意志薄弱，也没有请示老婆大人，就买下了车。辛巴知道后自然很生气，他不知道辛巴为什么要乱花钱，他们根本就买不起那辆铲车。不过辛巴也没有打算认怂，他在小车上贴满了传单打广告，希望能够接到生意之后证明给老婆看自己的选择没有错。谁知大风一吹，传单全飞走了。正当他去捡那些散落一地的传单时，听到巴尼说话了，他让辛巴放弃无谓的挣扎，根本没有人看这些东西。他只穿着尿布在冰天雪地里发传单，得到的回应都只是寥寥无几，甚至还有人说他恶心。巴尼对走过来的辛巴说，像我们这种人注定没法安生。唉，也罢，至少我已经没脸可丢了。谁知别针松了，一阵大风吹来，巴尼唯一的遮羞布也飞走了。还有更羞耻的，转角遇见了他妈妈。又是做礼拜的时间，牧师让辛巴上来为大家朗读一段。祈祷完毕之后，辛巴开始为他铲车打起了广告。一旁的牧师都无语了，合着你就为了干这个呀？然后就让保安把他请走了。辛巴很伤心，难道真的要和铲车说拜拜了吗？辛小妹走过来，也许可以在电视台买个廉价广告呢。他向老爸展示了样本，船长正在上
上面宣传他 CD。辛巴仔细看了一下，不错嘛，广告拍好了，全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成品。小新很无语，谁会在凌晨3点过看电视啊？辛巴真就举出了几个例子：酒鬼、下岗人员、孤僻的愤青。所有人都昏昏欲睡之时，他们终于等到了自己的广告。只见辛巴带着孩子们夸张地说：“啊，我们的车道被雪堵住了！天哪，是冬日老人！”镜头转向老辛巴森，没错，就是我封住了你们的车道，你们能怎么办呢？束手无策，就是这样。说完还嘚瑟踢了2下。此时就辛巴上场了，铲车先生一脚踹走了老爹，辛巴就开始为自己打广告，说明工作内容和联系方式。观看了广告之后，大家就等着顾客打电话，哪有这么快？还让不让人睡觉？不过广告还是起了效果。阿普很感谢辛巴让超市正常运营，当然这也同样方便了歹徒。老年之家也被扫清了积雪。老辛巴森兴奋的大喊：“我们自由了，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了！”算了，好冷哦，还是回去吧。校长正不安地在走廊里踱步，教学楼门开了，只有1个学生。校长扶起他，也许我们要停课了。此时红发威力大喊：“你快看，原来是辛巴开着铲车将校车从雪地里拖来了。”孩子们怀着无比悲怆的心情走下了校车。我们根本不想上学好吗？校长过来感谢小新他爸做的贡献，于是小新瞬间成为全民公敌，被同学们的雪球干翻在地。为了表彰辛巴所做的贡献，市长还授予他城市之钥。现在辛巴是大红人了，就连去老谋子酒吧都是免费啤酒管够。巴尼看着心动不已，表示自己也想成为这样的英雄。辛巴告诉他，光想是不够的，你应该扔掉尿布，勇敢的走出去，做个出色的巴尼。鸡汤下肚，巴尼又醒了，兴冲冲的跑出了老谋子酒吧。辛巴如今算是有出息了，辛巴也不得不承认，当初买铲车的事是自己错怪他了。他现在很为辛巴感到骄傲，甚至连做不可描述的事情都希望他能穿上铲车先生的衣服。有钱赚，起床都有动力了。辛巴看着窗外白茫茫的一片，这下的是雪吗？是钱呐！不料他向周围一看，才发现家家户户车道都被清理好了。此时一辆比他更大铲车开了过来，而里面的司机正是巴尼，他自封为铲车之王。辛巴十分难过，你怎么能抄袭我的想法？巴尼安慰他，来点良性竞争没什么不好。说完就掏出手枪打爆了辛巴铲车的后轮。不久后，辛巴在老谋子酒吧看到了巴尼的广告，很意外还有他的戏份，虽然只是立牌，不过已经足够让巴尼反复羞辱了。此时琳达朗斯代也抡着木棒参与了进来，老谋子很意外，你怎么请得动他？巴尼神色平常，我们一直在寻找合作机会呀。接下来来到了演唱环节，不得不说歌手家们就是不一样，将广告编成曲可比念出来好听多了。他们甚至还嘲讽了一把铲车先生。辛巴询问好朋友怎么能以怨报德，说着他回想起高考前夕，那时的哈尼正在努力背书，争取考上哈佛。不料此时辛巴带着啤酒进来了，巴尼没能抵抗住诱惑，原本只打算喝1瓶，到最后一直吨，表情也由最初的正常变得逐渐痴呆。从此之后，他彻底变成了一个酒鬼，自然也就与哈佛无缘了。这么一想，辛巴觉得自己现在有点活该了。好邻居弗兰德也请巴尼了，辛巴愤愤不平上前理论，弗兰德掏出钱，要不你再铲一次。不过辛巴是谁，表示自己光拿钱不做事。蝙蝠侠更是直接就把辛巴水了，通知他去，又选择了巴尼。开车出去的时候，还让辛巴吸了一口尾气。全家人都守在电话旁，期待他能够再次响起。确实响了，不过是来收欠款的。辛巴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辛小妹提议重新做一个广告，原汁原味，耳目一新。辛巴表示自己知道了，然后现场给大家来一段 rap。由于太过拉耳朵，没几句就被小新叫停了。辛小妹也让老爸下次别这样，果然设计广告还是得找专业人士。全家人又围坐在一起观看辛巴的新广告，除了最后水晶球炸裂露出了一个铲车新生的图标，其他内容跟辛巴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看样子辛巴是凉透了。市长也将城市之钥授予给了巴尼。无所事事辛巴在家里看电视，主持人正在报道暴风雪袭击最严重的地方就是春田镇的寡妇峰，连前去查探情况的记者也遭遇危机。辛巴突然心生一计，他拨通了巴尼的电话，出价1万美元让他去清理寡妇峰，这样的价格自然让他心动，换好衣服就出门了。而辛巴就趁机抢占了城里的顾客。当他们问及铲车之王的情况时，辛巴就各种抹黑，说他不尊重客户。现在钞票源源不断的送到他手里了。正当他向家人炫耀自己的机智时，主持人报道春田镇的铲车之王被困住了。录像中，巴尼打了个嗝，引发了雪崩，然后就被埋在了雪里。辛巴吓得直起身来，这都是我的错，我要去救他。将啤酒装进水瓶里，辛巴就准备出发了。辛巴十分担心，不想让丈夫去。辛巴安慰他，没事的，这台车就像老山羊一样稳健，打什么比方不好，非得是这个。于是他们就目睹了老山羊从山坡滑落的惨状。不管怎么说，辛巴还是咬牙进山了。这一路的确是惊险万分，要断不断的木板桥
条，玄而又玄盘山路，都让辛巴在生死边缘徘徊。巴尼正在给自己灌输了死不可怕的思想，突然后面白茫茫的雪有了一个缺口，是辛巴来了。他伸手拉起了好朋友，巴尼十分感动，你救了我，我将铭记终身。从此刻开始，我们就是革命战友了。辛巴很高兴，两个好朋友合作一定会人挡杀人，佛挡杀佛。谁料此时一束阳光穿过了厚重的云层，转眼之间积雪融化，大地一片草长莺飞，鲜花盛开。老辛不是很开心，他们又可以出门走走了。但是他不喜欢那些小屁孩，算了，还是回去吧。再次无所事事，辛巴躺在床上看电视，没想到一个电话拖走他的铲车。正当万分失落之余，辛巴又安慰他，没事了，你有健康的身体，失而复得的好友，还有一点点关于那方面的本领。于是辛巴又穿上了那件铲车先生的衣服，开始和老婆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人类对于完美的不懈追求，催生了竞争的出现，它可以激发人的动力，提升个人实力，满足对高质量的需求，促进社会进步。然而光辉之下也带来了许多问题。良性竞争固然有诸多益处，但在竞争压力的裹挟下，不少商家为了追求利益而选择恶性竞争。从巴尼打爆轮胎，再到辛巴打虚假电话，在竞争中他们逐渐迷失了自己，忘记初心，只为取得最终的胜利。他们忘了取胜的办法从来就不是贬低对手，而是不断努力让自身变得优秀。你若盛开，蝴蝶自来，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何况世间从来不只有竞争，还有相互合作，谋求共赢。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可以督促对方互相进步，加深感情。竞争和合作都是人类谋求进步的手段，无法评判孰好孰坏，不如将两者结合，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也许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